朋友们，大家好。这次我来难得，在前一期我说了啊，一个是为了来看一些亲戚朋友啊，另外呢去买一只手机。因为亲戚朋友嘛，所以我们就是谈论一些话题的时候就比较深入。我的这两个朋友呢都是华人朋友，他们来德国已经也10年了，所以呢算老刘德华了吧。然后呢，我就谈到德国的过去、未来，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他们也跟我的想法其实也差不多，他们也对未来很担心，因为呢不看好德国，也不看好欧洲。不看好德国呢，原因是一个当然是难民啊。德国2015年不是接收了很多难民嘛，对吧？然后呢，德国人选出了这届政府，不光是这届政府了，就是德国的政治呢好像越来越烂。然后呢，德国的圣母婊也不少。说到圣母婊，昨天呢，我的这个中国朋友他告诉我，他说他也看到了在德国的北部一个城市叫布兰梅。现在还有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呢接受更多的难民，而且人数不少。所以呢，我们都觉得这个德国真的是不可救药了。都到了这病入膏肓的时候呢，还是有些人还想接受难民。我觉得这部分人很可能他后面有一些所谓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在后面操作。否则我不会觉得就是有些德国那么傻，绝对后面有人被收买了。傻的德国人肯定有，但是数目可能没有那么多。说到这个 NGO， 我又想起来了啊，就是应该是前2天吧，美国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不是大刀阔斧的与拜登相比做了180度的转弯嘛，他的政治，对吧？其中也提到停止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这点我真的拍双手赞成啊。因为这个非政府组织其实就是这些特别是西方国家政府，他们不方便自己亲自出面去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见不得光的事，于是呢就成立了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然后呢，这些呢由比如说这个某国的政府拨款给这些非政府组织，让他们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大概是大部分非政府组织他们的任务。比如说，为什么那些北非的、非洲的或者中东的所谓的难民会络绎不绝的从地中海做什么那种橡皮船啊，或者小型的船，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要跑到欧洲来。然后呢，诡异的是，不仅有德国的，有西班牙的、意大利的等等各个国家的所谓这种非政府组织去营救他们，说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所以呢，我认为像这些组织的背后也是由某国或者某些见不得人的那些金钱方面的资助啊。好，我们回到这个，我跟这些朋友啊，就在德国的这些朋友，他们是华人，谈到他们对未来的打算，以及呢对德国看法。他们的看法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德国、对欧洲都比较悲观。所以呢，现在他们也想到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有一个人他坚决不入德国籍，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入了德国籍了，现在从他语气来说肯定是后悔了，对吧？因为呢他家里有父母啊。不仅是这个原因了，就是想到德国这未来不明了，或者是德国走下坡路，所以呢肯定他问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办理那个恢复中国国籍手续嘛，然后问我办的怎么样了。我说现在呢
还没有完全的眉目，也许呢还过半个月之后呢会有水落石出吧，是这样。然后他告诉我，今后呢如果是我办成了，能不能告诉他怎么操作？我说当然可以了，也许他会往这方面考虑啊。另外一个朋友，他有个孩子在德国出生的，然后呢德国就有那么变态，硬要把国籍给这个在德国出生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呢在德国出生，自动就获得德国籍。虽然这中国的夫妇特别反对啊，但是德国方面就是要给他德国籍。他说按照德国法律，你在德国出生，现在就可以自动获得德国的那个国籍了。这对年轻的夫妇，他告诉我，他说到了孩子16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说服这个孩子，让他呢拿回中国籍。因为既然父母都觉得德国没有希望了，肯定他不希望他的孩子拿德国籍啊，对吧？然后呢，我觉得中国夫妇啊有眼光的，像我这对朋友的夫妇一样，他们有眼光。为什么？他说虽然我的孩子在德国啊，但是呢我一定要让他从小不落下汉语。所以呢他们夫妇达成了一个协议，在家坚决只讲普通话，不讲德语。所以他的孩子啊，从出生到他上幼儿园的时候，连一句德语都不会。当时我安慰他们，特别那个年轻的妈妈有点担心，我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小孩子学语言绝对非常非常的快。他到幼儿园之后，可能2个月之后，他的德语可能都很会讲了啊。果不其然，那个孩子呢，刚去幼儿园的时候，真的一句德语都不会，老师都很担心。后来呢，真的过了大概2个月之后，那孩子讲的德语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口音也是纯正的那个纯德国那口音了。然后呢，同时他一回家，又自动会转换成那个普通话，他就是直接1秒钟之内就可以转换过来。到现在为止，他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德国小学2年级了。然后呢，这位妈妈，我觉得是一位非常有见地的妈妈，非常有手段，就是在育儿方面。她是可能看了国内的什么，在微信上面看了什么育儿的一套吧，具体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没孩子，没有关心过啊。反正呢，她就按照这个方法，从小就给孩子按照他的年龄段，给孩子怎么样的中文教育。开始就是跟他说，然后呢就是给他提供教材，让他会认汉字，认，不要他知道那个意思，开始连读可能都不会，但是看到他笔画，然后告诉他孩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哦，应该是这个字怎么读，这个字怎么读吧。然后呢，在下一步呢才知道，才告诉他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好，再后来呢，他又会读了，又知道意思了，而且拿任何一个字出来，他都会读得出来。再后来呢，可以通过这些字呢，他可以自己组词造句。然后呢，就学习《论语》啊、三字经啊等等等等。反正我觉得在德国出生长大的这样一个中国小孩，他普通话流利，汉字都认得，现在也会写汉字，根本就没有落下。而且他现在在德国是2年级，他的母亲啊真的是太勤奋了，教育孩子。他的母亲亲自给他上数学、语文，现在上到小学国内的3年级了，你们想想看。而且那孩子他没有厌倦哦，他喜欢听评说啊，还喜欢听这样那样的，所以这兴趣啊是从小可以培养的。他的母亲没有给他很多压力，就是按照他的年龄段，他的兴趣点在哪儿，让他自己去
在我的一生当中，出国30年，我是唯一见到一个小孩在德国出生的，或者在国外出生的，他的普通话、他的汉语、听说读写完全没有问题，跟国内是同步的，甚至超前的。你们想想看。所以呢，我真的特别佩服这个母亲。然后呢，我们还是回到在德国，对德国不看好，因为他们来了1-20年了，跟我一样，看德国看得特别透彻。所以呢，他们说我们一定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也是为什么他说他的孩子从小不能落下他的中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仅是中文啊，还给他中文的兴趣班吧，还有什么逻辑推理这课网课也给他上。所以现在他小学2年级，在他的班上啊，是真的是学霸，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所以他们的同学还有他们同学家长也特别佩服，当然会认为啊这个人非常聪明，然后就推理到啊中国人真的是非常聪明。也不奇怪啊，因为这几年你看中国的科技啊、军事，特别是科技方面大爆发，对不对？井喷式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出来了，所以呢，又认证了人家德国人说中国人聪明。你看这个中国小孩2年级在那个德国班上是学霸，然后呢，中国各种各样的科技、黑科技也出来了。所以在德国，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这地位啊，要比我们30年前来德国时候高的太多了。然后，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的坚定我恢复中国国籍的原因吧。因为我相对来说我更看好中国。我这几天也是在刷那个抖音，我发现呢，还是有一些人啊，有一个特别明显，在德国他是做移民的吧，或是留学咨询的，就是还是把德国吹得特别的好。然后呢，还是鼓励大家来德国那个做双元制的职业培训啊，来德国移民啊，来德国留学等等。我觉得如果是来德国留学，你要看好的学校，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好的亚琛工业啊、卡斯鲁尔啊，还有慕尼黑工大等等，对吧？海德堡大学都可以的。但是其他普通的，我觉得没有必要来，学也学不到什么真正的东西。还是回到吧，就是在德国的华人，反正啊，我是想为自己留条后路的。如果能够恢复国籍更好，恢复不成怎么办呢？今后呢，我的生活重心跟我的德国伴侣一样，他也不想待在德国了，因为他觉得德国不是他待的地方了。因为江河日下嘛，那今后呢可能会跑到泰国去啊，办一个养老的签证，想去中国的话也很快，而且今后可能不是可能，99.9%的可能性，今后呢可以从泰国的曼谷坐高铁直达中国的昆明，今后肯定会有。所以呢，今后呢在东亚、东南亚以及与中国的联系肯定会特别的方便。那么今后如果是在那边养老，其实也是挺好的啊。反正呢，与5年前、6年前相比，我的那个视频相比，我们的养老计划完全改变了。因为当时我们是考虑到去南欧去养老，也就是比如说西班牙、葡萄牙。但是呢，这几年南欧的像西班牙，它的房地产市场也是涨得非常快，房租也涨得非常快。与4-5年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在欧洲，特别是北欧这边，很多有钱的人或者老人，相对来说经济好一点的，都会想到今后呢去南欧去养老。那么大家都去，整个欧洲的人有钱的都去，那肯定是把那里的房价把它抬起来了。
不过另一方面来说啊，如果是碰到有好的那个房地产，也许在西班牙、葡萄牙买一套房子来保值，来升一点值，可能还是值得的吧。不过目前呢，我不再考虑房地产了。我们是想今后呢，在退休之前呢，把德国的房产全部抛掉，然后呢，再租一套小的房子，我们自己当租客。因为在德国的法律是倾向于保护租客的，因为德国法律认为啊，就租客嘛，他们是弱势群体，反而房东呢是强势群体，弱势群体要受到保护，所以这个法律是倾向于租客的。那与其这样，我们还不如把我们所有房地产抛掉，然后呢，把这钱存起来做投资，比如说买 ETF 呀。如果是每年你即使有5个点或者10个点，那要比你自己当房东这个回报率高多了，没有任何的麻烦。所以在德国现在看起来，因为它的房地产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高位，再很多的升值，目前看来应该不可能，所以它的那个回报率其实现在如果你想出租，回报率很低，然后呢风险挺高的，所以呢目前我认为啊，不太适合购买房地产了，除非你是刚需自住可以。如果是想通过它要赚很多钱，应该不可能。而且德国并不是炒房的一个好的地方，因为在10年之内，如果你要卖，即使你赚了钱，还要交税，这就是这样。然后呢，你买卖的话还要交很高的费用，所以在德国那个炒房，它的成本其实挺高的。好了，你看，来了德国10-20年的人，他是不看好德国，然后呢想到自己的后路，然后呢他们告诉他，就是他的孩子16岁的时候，说服他的孩子拿回中国籍。你看，我们都不看好德国。如果是还有的人想啊，要润过来，然后呢要过来改变自己的国籍，来这里加入德国籍，反正我觉得人各有志，对吧？我们是这样操作，你是那样操作，对和错，让未来给大家一个答案。因为如果我说你这样做错了，你也不服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最好，对吧？好了，本期节目呢，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来这里呢，跟在这里老刘德华谈心的时候，他们谈论自己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比如说已经入籍的，现在也想恢复中国籍，他的孩子自动有德国籍的，今后呢也想给他们恢复中国籍，然后呢，他们呢不以自己的中国背景感到什么不好意思，而是感到自豪，而且从小培养自己的孩子讲中文、讲普通话，而且不只是讲，听说读写样样都行，这样培养自己的孩子，也是给自己的孩子多一条路吧。因为我在海外看见，特别是在美国那边，美国很多 ABC 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而且以华人为耻，这样我就觉得作为父母没有做好榜样，这样其实是害了他的孩子。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我真的很佩服我的这2个中国的朋友，他们有正确的世界观，以自己中国背景为自豪，然后呢，培养自己的孩子也往这个方向。你看他的汉语没有落下，对吧？今后呢，即使他回中国去，也在中国可以混下来。你们想想看，如果在德国出了什么3长2短，如果是培养一个 ABC， 连一句中文都不会，今后德国如果出了什么乱子，这中国夫妇想跑路，想带着孩子回国，那你连一句中文都不会，你不是害了孩子吗？对吧？那孩子在中国今后怎么去打拼，怎么去生活啊？没有他生存能力的。所以呢，
我是这样告诉大家啊，你怎么培养你的孩子是你自己的事情。反正我认为啊，既然咱们是华人，是中国人，那么如果你觉得中国今后呢可能更有前途，你想给孩子多条路，我觉得还是尽可能的给孩子创造一个学习中文的、学习普通话的环境，因为他学多一门语言，绝对不会害他，只会对他有好处，对不对？这是我对一些父母的忠告啊。好的，朋友们，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另外一件事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呢？请在下面留言啊。那我们下期见了。